大家好，这里刷刷，我诈尸了，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网上 MBTI 知识很多，各种主导功能、劣势功能，甚至是人格阴影的知识也不少。但是我发现始终没有视频做一个最基本的所谓认知功能排序的盘点梳理，给大家看看这些网上热议的功能排序到底在专业来源里是怎么说的。所以有了这期视频，让大家至少对最常讨论的3个人格模型有个最基本的认识。我都不敢相信我之前没有做这期我在干嘛？同时呢，这期更是16人格飞船系列的前置视频，里面的内容飞船系列就不总是重复播放了。每个人格爱好者最大的困扰几乎都是难以准确把握某个人格与其他人格之间的差异。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同人格的描述，觉得什么都像自己，又好像什么都不完全像自己，陷入了巴拿姆效应的影响中。这其实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诸如 ESFJ 热情好客、INTP 理智冷静这样的特征描述是基于一定统计意义的。也就是说，每个人格相比于平均人群而言，在这些特征上相对显著。那一方面呢，我们大部分人对于人群的平均水平其实没有太明确的感知，仅能根据我们有限的生活圈去做判断和对照。另一方面我们一旦对某个人格的理解止步于表面的统计意义上的固定特征，比如好客善于社交喜欢思考其实也错过了人格类型理论真正的魅力，那就是它描绘的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人格。举一个例子，比如 ESFJ 人格类型中，促使他去展现出热情好客的力量，同样也可能是促使他展现出专横霸道的那个力量。所以在新的16人格专题中，我都会用飞船的比喻。在飞船比喻中，每艘人格飞船都有4个船员：指挥、副指挥、小助理和菜鸟新手。不同人格最底层的区别在于不同认知过程的偏好在担任不同的船员职位。比如 INFJ 飞船上担任指挥的内倾直觉 NI， 在 ISTP 飞船上担任的是小助理，而在 ISTP 飞船上担任副指挥的外倾感觉 SE， 在 INFJ 飞船上是个菜鸟新手。就像真实的一艘飞船、一艘飞机、一艘轮船一样这里的船员一样可能生病，可能罢工，可能失控，可能彼此冲突，也可能互相协作。而哪怕是同一个人格飞船、同一批船员，不同的船员状态下表现出来可能天差地别。但是在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定的解释和逻辑，这就是为什么说16人格真正准的部分是它动态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看飞船比喻中的指挥官到底意味着什么。指挥官嘛，亲爱的舰长大人，是人格飞船上最成熟稳重，也是话语权最大的，在没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总是具备最高的指挥权。指挥官所指就是飞船所向。但是呢，外界的影响是逃不掉的。尽管如此，指挥官的声音仍然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飞船上最有影响力。而且当指挥官在优雅指挥的时候往往就是飞船发挥出最大潜力的时候。指挥官通常也是飞船在经历磨难的时候最值得信赖的救星。除非这个磨难就来自于指挥官自己的独断专权。在 MBTI 最开始的来源，也就是荣格提出的心理类型模型中呢，指挥官比较接近的概念是他说的 superior function， 直译是优势功能或者优势函数，也就是一个人心灵中天然就最认同，因此发展最好、最成熟的某种力量。当一个人投身于它的时候，总是呈现出一种我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在干嘛的状态。而在今天的 MBTI 体系中，指挥官对应的概念是 dominant process， 直译是主导过程。MBTI 相对会更具象化和通俗一些，直接把它强调为一种心理过程或者认知过程的偏好。在表象的层面，两者的差异其实不大。
主导过程呢，就是一个人最信任、最吸引人、用起来最自信的认知过程，也被认为是一个人最大的动力来源。用它的时候啊，有点像是把鱼儿放回水里的感觉。在 MBTI 职业规划中，它特别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一个人的主导过程是什么。一份工作和一个人格的主导过程相关性越大，越给你机会去发挥你的主导过程，往往就被认为是越适合这个人格的工作。在 MBTI 之外，大部分当代类型学者的常用模型都主要建立在 BB 模型的基础上。荣格心理学家约翰·毕比提出了国内经常称为荣格八维的8功能模型，包含4个阳面功能和4个阴影。而在应用和普及中，绝大部分类型学者都聚焦于前4功能，较少聚焦在阴影部分上。最重要的原因是，根据大部分类型学者的经验和共识，哪怕是第3功能，一般都是人到了中年才会相对有所意识和掌控的。阴影中的功能几乎总是在无意识中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经常察觉到自己或他人的阴影，建议至少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对于功能啊、对于认知过程啊、对于阴影的理解有一些偏差。无意识恐怕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窥探的，特别是从表层的行为甚至想法去窥探。在这个常用模型里，指挥官对应的概念也叫做 dominant process， 主导过程。这也是当我谈论人格类型时会参考的模型。在这里，主导过程一样被认为是我们心里能耗最少、投身其中时最轻松的认知过程，甚至是我们人格魅力的重要因素。而其他所有的认知过程都是围绕着主导过程去服务的。主导过程堪比我们人生剧本的英雄主角是我们终身依赖的存在。再看看人格飞船上的副指挥究竟意味着什么。副指挥嘛，肯定不如指挥官来的权力更大，不如指挥官更靠得住，但也是除了指挥官之外最能挑起大梁的。不过副指挥不像指挥官那么理所当然的可靠，还蛮需要刻意的去培养和锻炼的，有点像是预备役的指挥官的感觉。而且副指挥很多时候他能够顾及到指挥官所忽略的部分，它的存在和良好的发展能协助指挥官去面对绝大部分的情况。在荣格的语境中，副指挥比较接近的概念是 auxiliary function， 直译是辅助功能或者辅助函数。荣格在心理类型里的绝大部分重心都集中在对于 superior function 优势功能或者优势函数的解析上，辅助功能算是他顺带提到的。按照荣格的意思，人的意识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嘛，这就让优势功能之外的功能不可能具备和优势功能相同的力量，否则一个人的意识就会很混乱。而辅助功能和优势功能的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所以优势功能如果是提供价值判断的理性功能，那辅助功能一定是去感知信息的非理性功能，反之亦然。有点像是优势功能太过于势不可挡了，以至于能够跟在他身后最紧的一定是最弥补他的、最不和他唱反调的。荣格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一个具备艺术直觉优势功能是直觉的人，通过情感价值，也就是情感功能作为辅助功能，来把直觉的内容表达出来。在 MBTI 的体系中呢，副指挥对应的就是辅助过程 auxiliary process， 也就是辅助的认知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荣格明确指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之外， MBTI 和现在常用的类型模型中认为辅助过程和主导过程在内外倾上也是对立的。也就是说，主导的认知过程如果是向外的，那辅助的认知过程就是向内的。MBTI 对辅助过程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如果主导过程是蝙蝠侠，那辅助过程就是蝙蝠侠的助手罗宾。辅助过程被认为是在主导过程之后才会发展的，一般一个人到了青春期乃至成年的时候才会开始发展到能够同时依赖主导和辅助2个认知过程的程度。而缺乏足够发展的辅助过程时，一个人
仅仅会被主导过程牵着走。这个时候啊，这个人的性格往往会显得有一些极端和片面，要么总是在接收信息而不做决定，要么急于下结论而等不及接收信息。在常用模型中呢，副指挥对应的概念同样叫做 auxiliary process 辅助过程，和前面两者差异不大。这里有一个很常用的比喻是把辅助过程比作父母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指导者，为主导过程提供支持。在 BB 模型中啊，辅助过程或辅助功能也会被叫做父母功能。而无论是荣格、MBTI 还是通用的人格类型模型中，都极力在强调一点，那就是主导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走在前头。MBTI 的理论中告诉我们，主导和辅助之间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因为绝大部分的心理能量都会流向主导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主导过程总是更轻松，辅助过程多少得用点力。而类型学书籍中也强调，辅助过程尽管有时候因为影响力颇大而被认为是人格的主角，但实际上无法替代主导过程的位置。下去我们来到了人格飞船上的小助理。小助理显然就没有两位指挥官来的成熟老练了和他们都不在一个层级上。但是呢，小助理有点被指挥官招募来一定程度上去制约副指挥的意思，去和副指挥也做一个平衡。和副指挥不同，小助理经常会偏袒指挥官那边。在荣格的语境中，理论上小助理比较接近的 third auxiliary function 第三辅助功能或者第三辅助函数。但实际上事情没有那么清晰，因为荣格没有太严格的去分别讨论第二和第三功能，而是笼统的称呼它们都叫做辅助功能。我们从他这里很明确的知道的是，有辅助功能，而且辅助功能肯定和主导功能的属性不一样。主导功能是理性决策辅助功能就是非理性感知，反之亦然。所以小助理这个比喻更多的还是对应下面的 MBTI 与常用的人格模型。在 MBTI 的体系中，小助理对应的概念是 tertiary process 第三过程。第三过程这个认知过程被认为是相对不够成熟、不被重视的，因此我们也容易缺乏自信，感觉不舒服、不自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第三过程就好像父母开车带孩子时后座的那个青少年，他在那里，但总是戴着耳机听音乐，刷着 B 站只有当他自己想要引起关注的时候，你才会听见他来喊你。也就是说往往第三过程的激活是不太受控制的，并不是我们想他参与进来，他就很自如的就参与进来了。很多时候在压力下，他不由自主的跳出来应激。这个和一开始在 BB 模型里给他的原型也就是永恒少年，其实是很接近的。感兴趣的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值得一提的是，在 MBTI 中，第三认知过程是内倾还是外倾的，并没有定数，因为有的类型学家认为第三过程应该是第二过程方向一样的，有的呢又认为第三过程应该是和第二过程方向相反的。MBTI 选择当个端水大师，官网告诉我们这部分到底向外向内，你们自个儿探索吧。而在常用模型中，还是更倾向于认为第三过程是和第二过程内外倾相反的，和主导过程方向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主导过程比如说是一个内向的过程、内倾的过程，那么第三过程也会是个内倾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飞船比喻中，我会说小助理是指挥官招募过来的。第三过程在常用模型中的描述基本和前面比喻中的小助理差不多，除了在内外倾向上确定之外，其实和 MBTI 所描述的差别不大。也就是它经常被我们用来防御，能够帮助我们很多，但是稳定性比较差。在常用模型中，因为第三认知过程和主导的认知过程内外倾是一致的，我们被认为很容易沉迷第三过程，因为它很能够支持我们躲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区，
什么意思呢？比如一个主导过程是外倾的，因此人生的整体态度，这个人会比较偏向于外倾。那相对来说呢，对于内倾的世界，他是感到有些陌生和没有耐心的。而第三过程因为同样在他身上是外倾的，一个人就很容易以第三过程为借口去说服自己，哎呀，我就不用太考虑太多那个带我走向内倾世界的第二位的内倾的辅助过程。这点在内倾的人上也是相同的模式，只不过正好反过来。拿 ENFP 举个例子， ENFP 可能不断向前冲而不想停下来，想不断从外界获得点什么。当事情顺利的时候还好，但是当事情不如人意的时候，第三认知过程就容易成为他们说服自己继续冲的借口，那就是事情做不好归咎到外界的责任，认为是其他人不够努力，能力不过关等等，以此来逃避对于自身问题的接纳与反思。这个状态下的 ENFP 就不需要停下来去看看里面的自己啦，而可以继续在外界这个舒适区去冲锋和收获反馈。最后我们介绍到了飞船上最菜的那个菜鸟新人。如果说小助理好歹是飞船上机组人员的一部分，菜鸟新人就菜到跟随便抓一个人上飞船没什么区别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指挥官的反面。指挥官有多成熟他就有多幼稚。指挥官可以有多经得起风浪，他就有多靠不住。如果飞船开得顺利那菜鸟新人其实跟小助理一样，可以当个混子，比小助理可能还混一点。但麻烦到来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是最先倒下的那个，很多时候他反而会开始越帮越乱。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同样是整艘飞船上最跳出固有框架的那个。当他的影响力变大的时候，人格飞船看起来最不像本身的人格。虽然绝大部分时候这个会引起飞船更大的混乱，在荣格的语境中，菜鸟新人比较接近的概念是 inferior function， 直译是劣势功能或劣势函数。劣势功能是优势功能的对立面，所以优势功能越膨胀越庞大，劣势功能就被挤压的越小。或者换句话说，优势功能越靠近什么，劣势功能就在越远离什么，反之亦然。所以非常强势的优势功能自然会极大的压抑劣势功能，但是有点像是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感觉。劣势功能也同样在悄悄影响优势功能。当优势功能膨胀到偏激片面的时候劣势功能就会因为太过被压抑而一直保持一种非常原始非常幼稚的状态。劣势功能往往就会是一个人最难整合的部分。当我们陷入它的节奏时，一个人很容易陷入到失控的感觉中，失控的情绪中，甚至会觉得自己都不像自己了。在 MBTI 中呢，菜鸟新人对应的概念是 inferior process， 劣势过程，也就是劣势认知过程。劣势过程是我们人格中难以去自如接触的部分，当我们投身于它的时候，很容易感到自己的无能，感觉非常不舒服。而劣势过程因为和主导过程是相反的，当心理能量涌向主导过程的时候，劣势过程作为离得最远的，得到的能量与关注最少的那自然就没有办法得到特别好的发展。官网上用了这样的比喻，劣势过程就像父母开车时坐在后座的婴儿，婴儿睡着的时候，我们司机察觉不到的，但是婴儿终归是婴儿，我们也能想象，当他醒来哭闹的时候，整辆车子会是什么状态。在常用模型中，菜鸟新人对应的概念也叫做 inferior process， 也就是劣势的认知过程。在这里，劣势过程同样被认为是我们身上最不复杂，也就是最原始、最非黑即白的那部分。我们一般不太容易主动注意到它，一直到它被动激发时，往往又会引发我们内心的痛苦与混乱。什么叫非黑即白呢？也就是其实它的判断会非常的简单
这个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我要么喜欢这个状态，我们要憎恨这个状态。这种就是一种非常单纯的，仿佛婴儿一般的非黑即白。在一些理论中，相比于第7位的阴影，第4位的劣势过程更像是实际意义上我们生活中的盲点。一般而言我们都不太能从劣势过程看到符合自己的描述，但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也会深陷劣势过程的影响之中。那时候我们就像被什么东西抓住的感觉，可能感觉自己都让自己讨厌、羞耻，甚至觉得这压根不是自己。了解完上面这些，想必大家对人格飞船以及上面的指挥官、副指挥、小助理以及菜鸟新人都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知道了为什么我用这些比喻，它们又意味着什么。还有不清晰的地方很正常，欢迎到时候结合实际的人格飞船专题来看，会更加容易在生活中找到参考。我在之后的人格飞船系列呢，就不会把这期的信息再反复播放了，因为重复写和录这个一样的内容，我真的是太折磨了。我这期录就是因为我写 ESTP 飞船的稿子，我写着我发现，哎呦，好多不就是我在之前的稿子写过的吗？我就想我索性录一期总和的。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学到了新的知识，也一定要告诉我，也算是给我一点慰藉。好啦，这里莎莎，对人格类型有兴趣的小伙伴，千万不要忘记关注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